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现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拿垃圾出来丢，怎么知道一出来就看见他躺在那边？所以我马上报警喽。好，谢谢你。医生，什么情况？根据死者的肝温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2点至2点之间。他的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，真正的死因需要等到解剖之后才能知道。是。宋广华，毒品真是害死人。什么案子啊？一个年轻的记者宋广华吃了大量的迷幻药，结果心脏衰竭而死。有没有疑点呢？没有，解剖报告证实他是服药过度致死的。为了一时的痛快，连性命也赔上了，真是。所以说啊，迷幻药是不能乱碰的，一旦招惹上，你想甩也甩不掉。你呀，不要一时糊涂，乱碰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詹弟，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在 supermarket 帮你们买了特价洗发水，你只要按照价格还给我就行了。我可不是占你们便宜哦，不过应该还我一点车马费。那，哎。什么不肯开口说喜欢我？难道开口表白真的有这么难吗？死人头，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啊？我吓坏你了 ，sorry 啊。
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在骂那个没有用的老姑婆。哎，你说她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不肯跟我表白呢？难道她真的嫌我邋遢啊？喂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啊？哦，你跟老姑婆一起欺负我？走开，不跟你好了。请问什么事啊？你好，我是宋生华，是宋广华的哥哥。Case 172203，就是吃了迷幻药而死的记者。是的，我从广华的遗物里面找到这样东西，希望你们帮我看一看。看起来像一张恐吓信。其实之前我就怀疑广华的死是不简单的。怎么说？广华过去曾经是服食过迷幻药，不过1年前他已经戒掉了。9个月前，他却因为服食过量的迷幻药而死去。我想，这不太可能。说不定他的瘾又犯了呢。广华曾经对我说过，他对以前做的事情非常的后悔。为了戒到那种东西，他还自愿的到戒毒所去接受治疗。所以，他不会再去碰那些东西的。再加上这封恐吓信，我更加的相信他的死是不简单的。警官，我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调查这个案件，不要让我弟弟死得冤枉。没问题，为死者伸张正义呢是我们的责任嘛，啊 ？Sorry。放心吧，我们会重新调查的。谢谢你们。Sir， 你怎么看？宋广华是一名记者，以恐吓信的内容看来，可能有人不愿意他做出某些报道，因此对他下毒手。也有可能是在采访的过程中，他得罪了某些人，而惹来了杀身之祸。也许他害怕被杀，受不了压力，再喷迷幻药也说不定啊。专家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最重要的是，法医报告确定了宋广华的确服用了过量的迷幻药，导致心肺衰竭而死，不是被谋杀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张恐吓信就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调查下去。茫无头绪，要怎么调查？著名侦探家梅格雷说过，凡犯罪必留下线索。假设宋广华真的是被谋杀的，那尸体上一定会留下痕迹。Sir， 我想去余生那里问问看。你不去吗？是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小猪说啊？如果对他没意思，就直接告诉他，不要拖着人家了哈。弟弟，多事，让开。走，乖乖。小猪，干嘛？我有事情要跟你谈。你想谈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我想说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说啊。我是指宋广华那起案子了。我同意你的说法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下去，因为其中一定有内情的。说完了。受到误会啊。于姐，余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次我们来呢是想问你关于宋广华的案件。宋广华，没错，他在9个月前死于服食过量迷幻药，当时是你替他解剖的吧？好像有点印象。没错，他的体液内含有大量的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，也就是俗称的摇头丸。这些高成分的迷幻药引发了他的心肌缺血，最终导致死亡。那他身体有没有受伤？他的手上有些擦伤的痕迹，我相信是跌倒时所造成的。
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其他明显的伤痕。怎么了？难道你们怀疑他的死别有内情？没错，他的家人找到了一封恐吓信，死者生前被恐吓过，因此被谋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雨洁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？没有啊。如果你有线索的话，马上通知我。好的。我们走了。拜拜。他是不是独角龙？怎么样？我不能肯定。当年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年纪还很小，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。你是怎么得到这张照片的？从薛有人过去的行踪调查起，我发现这几年他只到过泰国和马来西亚。我猜想，他在这2个国家的可能性很高。一查之下，他果然是去了泰国。我是托在泰国当国际刑警的朋友协助调查，才得到线索的。独角龙的原名叫杜家龙，今年48岁。11年前，他跟当地泰国华侨名流的女儿徐曼玲结婚。他还有2个孩子。听说几年前他离开了泰国，好像来了新加坡。5年前，本地出现一个女慈善家，叫徐曼玲。这么巧，她也是来自泰国。她的丈夫叫杜明，她也有2个孩子。为什么你那么神通广大，查得那么详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的朋友是当国际刑警的。不管你怎么想都好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是真心想帮助你的。不管花再多的钱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原来你用钱，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不过能够帮你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寻找了那么多年，几乎就要放弃了，真没想到，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。你认为杜明有没有可能是独角龙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想不想确认一下？你有办法？嗨，我是阳光杂志社的记者，我约了杜太太这个时间见面的。你是？我是杜太太的助理娜娜，你们好，这里请。嗨，你们来了。杜太太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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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。我叫 Andy， 这位是我的同事 JC。小华秀秀，快过来叫哥哥姐姐啊！哥哥姐姐，你的孩子真乖。他们呐，很顽皮的。娜娜，带他们上去玩吧。哦，请坐。好啊。你们想知道些什么？据我所知，杜太太成立这个儿童基金已经好几年了。你当初设立这个基金会的依恋是什么？世界上不幸的孩童太多了，我希望能够尽我一份力量，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。更重要的是呢，我希望鼓励更多的人参加这些慈善活动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捐出的款项不下1000万，这么庞大的资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基金会是由我丈夫在运作的。因为他管理得不错，所以那么多年来一直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帮助这些小孩。怎么没有看到你的先生啊？哦，他出国了。哦，怎么不见你们的全家福啊？我的丈夫他为人比较低调，不喜欢家人曝光。难怪这么多年来杂志报章都没有看到杜太太的全家福。能不能给我你们的全家福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方便。对不起，我的同事刚出道。他心急想得到独家报道。没关系。杜太太，
你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？哦，我们打算捐出500万，然后邀请一些明星跟商界人士捐出他们的珍藏。迪尔，访问进行的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杜太太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阳光杂志社并没有 Andy 和 Jessie 这2名记者。你认不认得这2个人？印象中没见过他们。他们为什么要冒充记者？会不会是来报仇的？我已经脱离那个圈子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有人来找我报仇呢？需不需要找人再去查查他们的背景？不必了。积重因则得果，一切命中注定。可是，莉儿，我们第一天在一起，你就知道我的过去。我以前在江湖上混，欠人家的始终要还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善事，难道还不足够偿还吗？不必太担心，一切平常心对待。在想什么？我还是无法确定杜明到底是不是独角龙。做慈善那么高调，私生活却那么低调，你不觉得很自相矛盾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杜明是独角龙的成分很高，他以前做的孽太多了，所以现在积极做善事来做补偿。可是他又担心被人发现他的过去，所以隐姓埋名，这样的推论合情合理。只可惜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继续调查下去，除非杜明永远都不要出来活动，要不然我们一定有机会证实他是不是你要找的人。不用谢我了，我已经听腻了。那就谢谢你送我回家，拜拜。玉姐，你不请我上去坐坐吗？我的肚子都在闹革命了，你不是一直想谢我吗？不如你请我上去吃顿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煮饭。可以吃了。哦。看来你的厨艺真的不错啊，果然没有说谎。快尝尝吧。不错哎。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能亲自烧一手好菜给我心爱的人吃。我希望每一天都能烧菜给你吃，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不是在说甜言蜜语，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天天都这样想着。看来我还没有达到你心目中的要求。问题不在你身上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是我早已经放弃幸福了。独角龙是拐带儿童集团的首脑，你跟他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？你不要再问了。真的必须报仇吗？为什么不尝试放下仇恨呢？我没有选择。别这样，如果你真的选择这条路，也接受我帮助你，好吗？不论你愿不愿意，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不要放弃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幸福的，明白吗？这是广华的房间，他的衣物都在这里了。当时警方没有调查他的遗物吗？没有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警方发现广华有吃迷幻药的记录，
加上解剖报告证实他吃过大量的迷幻药，他的死变成没有疑点，因此警方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。小朱。 Sir，你看，宋广华为什么会把记事本跟硬盘锁在盒子里啊？带回去。 Yes, sir。 Sir， 我们等了这么久，蟋蟀都没有出现，守株待兔这招真的管用吗？宋广华临死前是在这里喝酒的，所以蟋蟀出现的机会很高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也只好继续等下去了。目标出现。警察，你是不是蟋蟀？是的。靠墙。 这是什么？认不认得这个人？不认识。你敢说你不认得宋广华？我们在他的记事簿里找到你的名字跟联络号码，一直以来都是你提供迷幻药给他的，不是吗？警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单是这包药就足够你在牢里蹲几年，想不想加多一条妨碍公务罪啊？不记得？我提醒你，今年1月8号晚上，你是不是卖迷幻药给这个人？是，我是有找过他，不过当时是2个男人叫我这么做的。是谁叫你这么做的？我也不认识，他们给了我200块，叫我把药给阿华。要不要？哭了，来一点呐，这可是新玩意儿哎。我已经戒了。戒什么鬼？这样做不对，全部送给你。我发誓过再也不碰这些东西了。真的吗，兄弟？我把那包药还给他们2个，谁知道给他们打了一拳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的时候竟然看到他们在逼阿华吃药。老实点，全部都推下去。之后呢？之后你看到什么？之后我忙着去做生意，就没有留意了。你还记不记得那2个男人的样子？有点印象。小朱，拼图。Yes, sir。根据蟋蟀的口供，宋广华是被逼服食大量的迷幻药而死的。宋广华到底得罪了谁？他们为什么非要他的命不可？谁知道？现代的人越来越恐怖，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打死。大力士，宋广华的电脑硬盘怎么样了？他的电脑硬盘已经坏了，我送去电脑组修理，不过还没修好。好，这2个人是关键人物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他们。散会。Yes sir。Yes。终于可以回家陪阿boy喽。我也约了小姨看电影。小朱，你留下。干嘛？我想跟你讨论宋广华的案件。Sir， 需不需要我们留下一起讨论？不用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Yes，let's go。Sir，你要跟我讨论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啊？我还没找到，不过如果我们一起想的话，应该会事半功倍。我们一起想啊。不如我们一边走一边想吧。好啊。哎，神探侠侣，竟然有这样的剧名啊！是喜剧，很好看的，我1集都没有错过。可是我想看侦探片。侦探片？看侦探
探片可以刺激脑部思维的。我每次呢都是从侦探片中呢得到灵感的哈。放工之后应该松懈，我喜欢看喜剧。习惯是可以改的吗？为什么要改？因为不再是一个人生活啦。两个人在一起就不能跟随自己的喜好，一定要互相迁就的嘛哈。好啦，干脆呢我们2部都买，这样不就2全其美吗哈？她只是变成你的女朋友。Member No。35块8。你干嘛不做 member 啊？你每天都来这里买 DVD，一天一个樱花，10天就有1张免费的 DVD 啦。啊，你想想看，1年365天，那就是36部免费，36乘17块9，那就是644块4毛耶！哎，600多块，我可以买很多侦探小说的。下次再说吧。周 member，大熊。想要吃什么？无所谓，你决定好了。好。原来有男人在身边的感觉是这么幸福的，好幸福哦！我男朋友。Excuse me, this is my boyfriend. Really? Nice to meet you. Hi. Bye. Bye. 大熊，等我啊！Dia kekasih saya. Oh, kacang. Oh, Eva Karen. Karen memang. Karen. 大熊，等我啊！张子先生，其实是我们的那个。好啊，来我男朋友不喜欢吃炸的食物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跟我男朋友认识了整半年，今天才正式在一起的。member，我男朋友不是 member， 我说的对不对？太幸福了！如果我天天都有这么好吃的晚餐，那就太 perfect 了。太好吃了！哎，你怎么突然会想要煮晚餐给我吃啊？我知道了。以你的个性啊，要你主动开口，比当天还要难。反正我跟你之间也没有分得这么清楚的，就由我来说了哈。你一定是终于发现我的优点，喜欢上我了，对不对？不过你只顾虑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迁就你，我会把我所有的坏习惯通通都改掉。反正我们两情相悦，也不用拖拖拉拉，就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啊？我们是不是发展的快了一点？啊？怎么会啊？
喂，我已经低声下气主动向你表白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得考虑考虑。我也保证我会改掉我的坏习惯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的鼻子，哎呀，那只是鸡蛋而已啊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打从心底的嫌弃我。如果是于姐向你表白的话，你会有这样的态度吗？哎！猪油 buy 2 get 1 free， 哇 ！Sir， 等下我去 supermarket 帮你买，好吗？你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赚这么多，给我一点好处吗？小弟，早。哎 ，morning。小周。Sir， 宋果花的硬盘已经修好了。打开来看看有什么资料。这么多残缺儿童讨钱的照片，难道宋广华是想做关于儿童刑期的报道？哎，你们看，这里有一篇有关儿童刑期的文章。新加坡的社会福利相当周全，可是四处可见残缺儿童刑期的情况。在我印象中，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报道。很有可能宋广华还来不及做出报道，就已经被谋杀了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些残缺儿童一定是受了某个组织的控制，一旦被报道，就等于断了财路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。宋广华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被谋杀的。如果我们的推测是真的，这个集团也未免太心狠手辣了。之前残缺儿童刑期的情况挺猖狂的，可是9个月前突然全部消失。那不是宋广华死亡的时期吗？很可能他们担心报道被曝光了，所以躲了起来。可是现在又有复出的迹象。前几天我陪小鱼去拜拜，在庙外看到几个残缺的儿童在讨钱。好，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调查。大力士，你跟长爹一组，我跟小猪一组。Yes sir。Sir， 我想跟长爹一组。好。长爹 ，Let's go。在看什么？如果这些儿童是被人控制的话，那附近一定有吴建宇。没有可疑的人呢。哎呀，干嘛？我去跟他们聊聊，说不定还会有发现。你忘了先说过，不可以打草惊蛇。我不用警察的身份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小弟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讨钱啊？是谁带你来这里的？你是本地人吗？小弟弟，你不要害怕，姐姐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。那你一天呢可以讨到多少钱？那你讨到了钱，又是交给谁啊？Sir， 下一步该怎么做？继续观察，确定幕后是否有人在操纵。Sir， 你跟小猪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看他今早上不肯跟你同组，肯定是你惹他生气。难道你还没向他表白？关你屁事啊！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何必再拖拖拉拉呢？你以为我想拖拖拉拉？感情是讲究 timing 的，再拖下去，万一两个人之间的火花没有了，缘分也就完了。我有很多东西要考虑的，要不然以后会后悔。爱情是讲究感觉的，你怕这个怕那个，顾虑这么多，哪叫爱情啊？请问你恋爱过几次啊？我跟小猪只约会过2次，不算。小云是我的初恋，所以呢，把自己讲得像爱情专家一样，我需要你来教吗？我为小猪感到着急嘛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他想啊。啰啰嗦嗦，你有很多经历是吗？
多精力去买咖啡。Go。哦。哎，传弟，你看。 多这样少钱。他妈的，竟敢偷钱啊！太过分了，小兔，这样大胆啊！喂，住手！小弟弟，他是你的谁？为什么一直打你？他是我的叔叔。叔叔就可以打人吗？喂，我打我侄儿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关我什么事？警察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你不要碰！哎，站住！郑平，为什么哭？大头叔叔打我。三九哥，他竟敢偷钱，我只是给他一点教训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不管孩子做错什么事，都不可以打他们。是，知道了。三小哥，今天的收入。今天有什么状况？一切都很顺利，只不过我们要收工的时候，大头打了郑平，郑平哭得要死，引起了一名警察的注意。刚才也有2个男的跟踪我，可能是警察，可是被我们摆脱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暂停所有的工作。三九哥，那个警察只是碰巧经过，不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。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，我可不想惹上任何麻烦。知道了。伯母啊，于杰去洗水果给你吃，很快就可以吃了。哎，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不关你的事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你是谁？妈，我是小青啊，你不认得我了？哥，你几时回来的？
前几天，他是谁？他是我朋友江在熙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大意，带他来见妈？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，在处理老帅时，他帮了我很多，要不然我未必能逃过警察的追查。还有独角龙的消息，你是他找出来的。他知道我们过去发生的事？不知道。那他为什么肯帮你？他在追求我。我想，你还是别跟他走得太近。追求可能只是个幌子，谁知道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在熙是个正人君子，为什么你要怀疑他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。你不可能会认识他的，你想太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姐，你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别跟他太接近。知道了。爸，等了那么久，终于有一点眉目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这个毁了我们一家的人渣。哥，真的必须这么做吗？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这么做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日想夜想，就是在等着这个机会报仇。现在终于有一点线索了，我怎么也不会放弃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活是只为了报仇，这样做真的值得吗？我不管这么多，我只知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混蛋。哥，你杀了那个记者，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。你做的那份解剖报告有没有漏洞？那就好。只要警方没有证据，他们也拿我没有办法。就算警方查不出来，你不会感到内疚吗？我们的目标是独角龙，可是你却杀了一个无辜的记者啊！任何阻拦我报仇的人，都得被铲除。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了，是他自己自寻死路的。哥，他也是一条人命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在乎？难道为了报仇，任何人都可以被牺牲吗？哥，不如我们算了吧。算了，算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现在叫我放弃报仇，难道你忘了当年我们受尽了多少的痛苦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忘记。可是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没有回头路的。从我的脚被锯断的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一定不会放过独角。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
觉，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曾经懂。